1945年8月27日，日本宣布投降的12天后，美国舰载机在本州东方海面发现一艘体型异常庞大的日本潜艇。美国舰艇随即赶到现场，将它拦下并接受投降。这不是一艘普通的潜艇，而是日本海军秘密研制的潜水航空母舰1400，一座能潜入海中将攻击机运送到远洋的移动航空基地。1400源自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56的构想，准备秘密穿越大洋，在敌军意想不到的海域浮出水面发动空袭。它全长约122公尺，水下排水量约6600吨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潜艇，续航距离接近6万公里，理论上能从日本出发，往返于世界上任何主要海域。除了8具鱼雷发射管与甲板炮，真正使它与众不同的是舰身上方那座直径3.5公尺的圆筒形防水机库。为了支撑庞大的机库与上层结构，船体中央采用2个耐压壳并列的设计，横切面接近横放的8字。机库里可以容纳3架青蓝水上攻击机。为了塞进狭窄的圆筒，青蓝必须拆下浮筒，主翼和尾翼也要旋转折叠。潜艇抵达攻击海域后浮出水面，成员再将飞机退出机库，展开机翼，装上浮筒，最后利用舰首的压缩空气弹射器起飞。完成任务的青蓝可以降落在潜艇附近，由舰上起重机吊回。正常情况下，3件青蓝大约能在30分钟内全部升空，如果不装浮筒，最快能在15分钟内全部升空。但飞行员返航后只能在海面迫降气机。青蓝可以携带1枚800公斤的炸药或1枚91式航空鱼雷，最高时速接近550公里，最大航程约1180公里。日本海军原本计划建造18艘1400型潜艇，但山本56战死后，计划最后缩减为5艘。战争结束前，只有1400与1401正式服役。1402虽然完成，却已经改装成运送燃料的潜艇。日本海军最初准备利用1400型潜艇攻击巴拿马运河船闸，借此阻碍美军把大西洋舰队调往太平洋。到了1945年，美军逼近日本本土，攻击巴拿马运河也难以迅速扭转战局，目标因此改为乌西里环礁的美军舰队泊地。1945年7月23日，1400离开日本内海，向乌里西方向出击，结果还没有抵达预定地点，日本便宣布投降，作战命令随即取消。返航途中，成员将3架青蓝弹射入海，并销毁鱼雷与机密文件。美军在8月27日接收的只剩下一座没有飞机的海底航空基地。这项耗费庞大资源研制的潜水航空母舰，最终也没有执行过一次航空攻击。